如何选择另一半才能大幅降低未来离婚风险？兄弟们，晚上好。最近有很多单身朋友问我 Sophia， 我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，怎么样才能降低未来离婚的概率？有哪些类型的女生比较容易让婚姻变得辛苦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真实，也很负责。今天 Sophia 就用比较直接且温柔的方式陪大家一起理性的聊聊这个话题，不是为了让大家害怕婚姻，而是希望大家能在婚前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少走一些弯路，对自己也对未来的家庭负责。首先我想说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，但有些特质如果在婚前就比较明显，婚后确实可能让婚姻变得比较吃力。我把最常见也最需要注意的几种情况客观地分享给大家。第一，习惯把所有问题归因于别人。和这类女生相处时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她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几乎都会说是别人的错。和父母关系不好是因为父母控制欲太强，和前任分手是因为前任太渣，工作不顺心是因为领导针对她，同事排挤她。你很少听到她说，我当时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或如果重来，我会怎么调整。这种心态时间久了，会让他在面对婚姻中的问题时，第一反应不是一起解决，而是先找谁该负责。长期下来，婚姻就很容易变成一方不断道歉，另一方不断指责的模式。北京师范大学一项追踪研究发现，具有强烈外归因倾向的个体，婚姻满意度比内归因者低 37%， 离婚率则高出 2.1 倍。第二，对自我成长缺少兴趣，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刷剧、购物、聚会这些比较放松的事情上，而阅读、学习、运动、思考未来这些事几乎很少涉及。当你建议他一起学点东西时，他可能会说，我已经这么累了，还学什么呀？谈到未来职业或规划时，他可能会说，先这样吧，反正有你养我。谈到经济风险时，他可能会说，想那么多干嘛？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这是一种固定型思维模式。婚姻是两个人在一起长跑，如果一方一直停在原地，另一方会越跑越累，最后容易失去共同语言和一起前进的方向。维持一段良好的婚姻，需要双方都具备成长型思维，两个人都在改变，都在成长，愿意共同学习，共同进化，才能保持步调一致。研究显示，夫妻双方都具有成长型思维的婚姻，幸福度是固定型思维夫妻的 3.2 倍，离婚率低 67%。 第三，比较倾向单边索取。这类女生对感情的理解常常是，你爱我就应该为我付出。她可能会觉得你加班赚钱是应该的，但不能没时间陪她。你买房买车是应该的，但必须加上她的名字。你情绪稳定是应该的，但她可以随时发脾气。婚姻的本质是共同建设，而非单方供养。当你发现关系中永远只有你在付出、妥协、让步，而他永远在提要求、索取、比较时，你的能量会被快速消耗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索取会随时间无限升级。今天要你多陪伴，明天要你多赚钱，后天要你买礼物。你永远追不上他膨胀的欲望，而他永远觉得你不够爱他。于是，婚姻变成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而你是唯一的选手。2024年中国家庭婚姻质量报告显示，存在明显单边索取倾向的夫妻，婚后3年内离婚率高达 58%， 是正常夫妻的4倍。兄弟们， Sophia 分享这些，不是要你们用挑剔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个女生，而是希望大家在选择另一半时，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婚姻多一份负责。那么，具体该怎么做，才能在婚前更好的识别呢？这里有3个比较实用的方法。第一，认真听他如何讲述过去，可以自然地聊聊他上一段感情，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，以及有没有后悔的事。重点不是他说了什么，而是他如何归因。如果他能适度反思自己，说出我当时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这样的女生通常值得珍惜。第二，观察她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，看她业余时间主要在做什么，是持续学习、运动、思考未来，还是大多时间花在娱乐和无效社交上。一个人的时间流向往往就是他未来的方向。第三，提出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在关系进展到一定阶段后，可以自然地问，如果未来我们收入减少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调整开支？观察他的回答是，只考虑自己，还是愿意和你一起分析问题，共同想办法。最后，
Sophia 想提醒大家，好的婚姻从来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找一个愿意和你一起变好，一起面对生活的人。当我们去审视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把自己变得更好。当你越来越有吸引力，越来越有底气的时候，自然会吸引到那个愿意与你同频共振、并肩前行的那个人。你有没有在选择另一半时遇到过让你犹豫的点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我是 Sophia，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一起修炼更好的自己，也为未来的婚姻多一份准备。我们下期见。